同学们，每科老师给你上课的时候，是不是都要强调一下自己这门学科有多么重要？杜牧就认为，历史是顶顶重要的一门功课。他今天要送给你们的礼物是，要学会以史为镜。他最喜欢看的书是《孙子兵法》，才10几岁就写过13篇《孙子注解》，而且只要一提起古代的人和事儿，他3天3夜都说不完。所以啊，杜牧做历史老师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哦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一听杜老师的历史课。他首先要给我们讲的内容是清明。关于清明节有个历史小故事。传说呀，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在逃难的时候快要饿死了，随臣介子推割大腿上的肉给他煮汤喝，救了重耳一命。重耳非常感激介子推，要他做官，被介子推给拒绝了，并且躲进了山里。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，就放火烧山，结果呢，介子推在一棵柳树下被烧死了。随从在树洞里发现了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割肉奉君既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晋文公啊，非常伤心，下令以后的这一天都不允许用火，并将这天定为寒食节。第2年，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，发现这老柳树啊死而复活，他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树，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所以呀，清明节的时候，路上的行人欲断魂，那是要去扫墓啊。杜牧呢，就很想找个小酒店，一来避避雨，二来小酌2杯散散心，于是就向一个牧童问路。牧童很调皮，给杜牧指了指远方的杏花村。那杜老师找到杏花村了吗？他没有说，读者反而能想象到清明时节他在雨中行走的愁苦心情，以及到前面杏花村避雨休息时的温馨场景。我们把这种手法就叫做意犹未尽。再来听听杜老师讲的关于赤壁大战的故事吧。那天呀，杜老师手里拿了一截断了的兵器，叫做戟。他说这是600多年前周瑜和曹操那场赤壁之战留下的。杜老师学过考古，他把戟拿到长江边上，用水洗了洗，推断是3国时期的兵器。他认为周瑜之所以能够打败曹操，并不是因为他本领大，那都是东风的功劳。为此呢，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，名字就叫《赤壁》。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有没有从这首诗里闻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呢？杜老师这是在借周瑜的故事来抒发自己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的心情呢。这就叫做借古咏怀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逢人就讲历史的原因了吧？
这也难怪，他生活的晚唐啊，藩镇割据，宦官专权，统治者呢在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，社会非常的混乱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啊。所以啊，杜老师很郁闷。杜老师一郁闷啊，就去散步。这一天呢，杜牧去了秦淮河边散心，结果更郁闷了。秦淮河的夜色是真美啊，河面上弥漫着一层烟雾，朦胧的月光洒在白色的沙滩上。杜牧呢就坐上了一条小船，让它随处漂泊。他非常想一个人安静安静。可是呢，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。小船飘到了岸边，临近酒家的时候，他听到了有歌女在唱歌，唱的内容竟然是玉树后庭花。杜牧不禁皱了皱眉头。这首歌啊，是当年陈叔宝写的词儿。他呢是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最后一位皇帝，因为生活奢侈，不理朝政，最终亡了国。后来呢，被人叫做陈后主。现在的唐朝啊，那些大臣们天天沉湎于酒色，都快步陈后主的后尘了。真不是杜老师不想当将军，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。杜老师满怀悲愤地写了一首诗，名字就叫《泊秦淮》。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原来啊，杜牧喜欢历史还有一个原因，叫做借古讽今。他是想借着历史上的人和事儿，让现在的统治者从中得到启发呀。杜老师讲了这么多历史课，对历史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是人物故事了。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，但是它永远不能被忘记。杜老师还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江南寺庙的历史故事，名字叫做《江南春》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多么美丽的江南呀！到处都是鸟语花香，有绿树，有红花，有村庄，有城郭，还有迎风招展的酒旗。可是那些南朝的统治者们呢？他们留下来的寺庙还沧桑矗立在朦胧的烟雨之中，但是他们的王朝却永远被消失在了战争之中啊！写后庭花的那个陈叔宝，当时若不是太奢华腐败，怎么会亡国呢？他大兴土木，盖了多少寺庙，可是现在呢，却都被历史给湮灭了呀。成由勤俭，败由奢，大多数的亡国者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很可惜，杜老师的苦心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明白，唐朝后来还是灭亡了。当我们今天重新来读杜牧的这些诗的时候，能体会得到他那颗沉甸甸的爱国之心。同学们，看到这里，你可以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重要性了吧？唐太宗李世民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”不仅帝王如此，读历史也会使你学会从历史中了解事情的发展规律，也会看得更远，让自己更有见识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：“读史使人明智。”让我们好好学习历史，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努力做一个智慧的人吧。